怀孕生产的当天，我疼得死去活来，就差跪下来磕头求他们快让我剖腹产，在手术单上签字。但婆婆扒着我的病床，一脸凶狠要我拿出彩礼钱。最后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个男孩，但我却和丈夫离婚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痛，就让医生给我剖了吧。我挺着圆滚滚的大肚子，一只手艰难地撑着病床，想要坐起来，剧烈的宫缩让我额头流出冷汗。哎呦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你这个条件很好的，明明可以顺产。再说了，剖腹产对俺孙子不好的。婆婆坐在病床旁，守着呼叫器，一脸防备地看着我，防止我出去找医生。就是现在，就算是顺产，俺们家里面也没什么钱了，公公一同附和。我以为是开玩笑，毕竟10月怀胎，再怎么样也不会连生产的钱都没有。我看了一眼公公，谁知他也立刻转过头，嘴里叼着一根烟，在病房里吞云吐雾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打开了，我眼睛一亮，以为是医生，但来人是苏振轩，我的丈夫。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艰难地伸出手想要扯住他的手。振轩，我现在好疼，想要剖腹产。苏振轩为难地看了我一眼，刚要开口，一旁的婆婆就一把冲上来，像个护小鸡仔的老母鸡一样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剖腹产，剖腹产，你不知道剖腹产要钱的呀？你们这些城里的女人就是矫情，俺们那个时候生孩子就跟拉屎一样，哪里还像你们现在这样去什么医院？说着，婆婆颇为嫌弃地打量了一眼病房，要俺说，俺看俺们村里那个小卫生所就不错，来什么大医院？我有些震惊地看着他们，毕竟在我嫁给苏振轩之前，婆婆和公公对我一直是慈爱的模样，和眼前这个精明狡诈的婆婆一点也挨不上点。振轩，你快点帮我去喊医生过来好不好？我可怜兮兮地看着苏振轩，但我的丈夫却转过头，声音冷硬：妈说的对，剖腹产不仅要钱，而且对孩子不好，为了孩子，你就忍忍吧。听见这句话，我几乎都快要气笑了。为了孩子，为了孩子，难道孕妇就不是人了吗？医生，医生，我忍着剧痛，额头冒着冷汗，朝着医院大门大喊。婆婆一惊，居然下意识地想要捂住我的嘴。要死！振轩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你婆娘的嘴捂住！正说着，婆婆、公公，甚至是我的丈夫也齐刷刷地朝我走来，那眼神阴冷狠辣。好在路过的护士听见了我的呼喊，连忙进来问我的情况，请家属去签手术单，2楼缴费。护士连忙进来给我打麻醉，但婆婆却是拦着护士：那不行，俺不同意。护士一脸为难地看着我，同时隐隐有些鄙夷看着婆婆。孕妇已经疼得受不了了，你们家属还没有决定好吗？决定好了，不做什么剖腹产手术。婆婆立刻道，扭头一脸凶狠地看着我：你个不省心的玩意儿，家里都没钱了，要做手术，你自己出钱。苏振轩这个时候站了出来，皱着眉头看着我：妈说的没错，你手上不是有10万块吗？你就别藏着了，拿出来生孩子吧，到时候孩子憋久了会有问题的。我瞪大了双眼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有些陌生，仿佛他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温文尔雅的男人。那彩礼钱不是说好了用来买房吗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领证之前，婆婆亲手将这银行卡交给我，但第2天，苏振轩便一脸为难地看着我，说买房的钱不够了，想让我借给他买房，
毕竟他现在只是一个在编老师，工资并不算很高。我想了想也是，20万在我们这个县城都可以付一个首付了，便答应把彩礼钱拿出来。妈说了，现在的那套房子照样住，你不要嫌弃这嫌弃那的。苏振轩不耐烦道。他口中说的那套房子是农村的自建房，上下2层，公婆、小叔子一家还有苏振轩都住在那儿。但当初苏振轩和我相亲的时候，就再三保证会自己再买一套房子，所以我才会嫁给他。请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决定好？护士也有些拿不准，毕竟每天都有人来医闹。我咬咬牙，转过头不再看苏振轩护士。我这里有钱，你帮我去缴费一下可以吗？手术单的话，我自己签。我把银行卡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包中拿出来，并且告诉了护士密码。婆婆的视线紧紧盯着护士手中的银行卡，刚想冲过来，我冷冷开口，手中拿着手机。你们要是再过来，我就报警了。手机是我趁着刚才争吵的时候偷偷拿到手的。这样，婆婆和苏振轩才止住脚步。在护士推着病床送我去手术室的时候，婆婆和苏振轩还是不停地在骂我，什么白眼狼、不下蛋的老母鸡、黄脸婆、没人要的老女人、捞女。但我唯一庆幸的是，在匆匆忙忙来医院的时候，下意识地将那张银行卡带上，想着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苏振轩手中没有那么多钱救我的话，这10万也可以救命。现在想一想，还真是，可不就是救了我的命吗？6个小时后，我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刚出手术室，婆婆就围上来，不过不是关心我的情况，而是逮着护士问我的银行卡和孩子。医生，俺媳妇生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婆婆看着小婴儿是用粉色布包着的，以为是个女孩。你媳妇生下的是个男孩。医生的话音刚落，婆婆和公公就团团围上来，就连一旁说自己不重男轻女的苏振轩也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。振轩，你看，真是个带把的，和你一样。婆婆直接扒开小婴儿的襁褓，伸手就要逗弄儿子。看看，俺们村里就俺孙子的最大。婆婆一脸骄傲。还是医生看不下去，阻止了婆婆的动作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就看见病床旁围着婆婆、公公和苏振轩，他们都在低头看着儿子。你身体好多了，等出了院回去好好养养。护士照常来帮我处理伤口。我虚弱地笑了笑，感激地看着他，谢谢。这几天要不是几个护士轮流照顾我，还帮我打饭，恐怕我现在早就饿死了。因为银行卡的事情，婆婆恨死我了，丈夫也和婆婆暗中站成一队。至于公公，在听见自己的宝贝孙子出生后，便到村子上照常酗酒打牌。我现在还能住在医院，完全是我拿那10万块自己付的钱。不过花钱如流水，1个星期的时间就花了2万，剩下的钱不知道还能不能养活一个孩子。你什么时候出院？孩子也生完了，总不能一直待在医院里吧？苏振轩有些不高兴。婆婆这个时候也凑过来，就是医院都是骗钱的地方，你回家了，俺亲自照顾你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不理会他们，直接盖上被子睡大觉。这么狠心的一家人，我才不敢回那个村子。恐怕只要我答应下来，就落到他们手里了。反正现在在医院，他们也不可能把我怎么样。我再怎么样也得养好身体，在他们算账。2个星期后，身体差不彻底好了，我才收拾东西回家。不过儿子早就被他们接回家了，这几天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婆婆倒是隔几天来看我，主要是怕我跑掉。毕竟在那个贫穷的村子，
年年都有好几个跑掉的。想着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，我还是回去了，怎么样也想把儿子接走。出院的那天，我提着几件衣裳就孤零零地回到家。哟，你还知道要回来呀？弟媳手中抱着一个男孩，对着我便是冷嘲热讽。婆婆在喂大孙子吃饭，嘴里却是阴阳怪气，可不是吗？看不上俺们家穷呗，硬是要花俺们家里的钱也要去住院，不知道有多自私。这些钱都够俺大孙子上幼儿园了。不得不说，我这个婆婆很精明，一下子就将矛头转向我。弟媳一双精明的眼睛怨恨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个仇人。那双手因为常年干着农活，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巴。有些人不要忘了本，振轩可是他弟弟打工供出来读的大学，要不然还娶不上读大学的老婆。而且彩礼钱都是家里借来的。弟媳恶狠狠道，路过我身边时朝我吐了一口浓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要生气。身体还没恢复，一个人敌不过5个人。苏振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面对我的质问，男人的眼神有些躲闪。张轩，你也别这么自私，我读大学的费用都是我弟弟出的钱，现在我有编制了，自然是得要好好报答他。之前没和你说是怕你和别的女人一样拜金。我快要气笑了，拜金？我是捞了你的车还是房？苏振轩理直气壮道，那10万，还有约会的时候我给你买的汉堡。我村里就没有你这么拜金的女人，哪个媳妇不是侍奉公婆？你还和我妈吵架？我看着他，顿时没有和他吵架的欲望，只想要等身体彻底恢复了，就带着儿子离开。想到儿子，我的心就在发痛。从出生到现在，我只见了2面，喂了几次奶。儿子在哪里？我要见儿子。苏振轩心虚地移开视线，躲在被子中闷闷道，不知道，在我妈那。我瞪大了双眼，你们把我儿子给藏起来了？你说话给老子放干净点。那也是我儿子。苏振轩忽然像是一头愤怒的雄狮，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怒骂。我被吓坏了，只能暗中再细细筹划。3天后，我终于见到了孩子，这才知道原来他们为了省奶粉钱，居然把孩子送给别人家喂。你又没有奶，俺把宝贝孙子送给别人喂怎么了？婆婆一脸不高兴。我看着怀里哇哇大哭的儿子，心很痛，连忙喂奶。孩子应该是饿坏了，一张小黄脸，嘴张得老大。就在这时，婆婆忽然打开手机，朝着我这边走来，快来看我家的宝贝孙子，喝奶的力气真大。我脸色一慌，连忙想要放下衣服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婆婆已经照了进去。快点删掉！我皱着眉头，不知道她把刚才的视频发到哪里了。但婆婆装作没听见，趁着我怀里抱着孩子就往外走。我放下儿子，连忙追了上去。最后婆婆嘟嘟囔囔的嘴里在骂人，不就是拍了一下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俺拍的是俺的宝贝孙子。我揪着她的手机，冷声道，给我解锁，删掉视频。但婆婆好像抓住了我的命脉，皱巴巴的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。哎呦，行吧行吧。说着解开手机，我一把抢过去，点开微信，果真在家族群里发现了那段视频。而且群里面几乎是立刻就有人附和，已经有7、8条消息。翠花家的，你儿媳妇奶水真足，果真是大学生都能视频奶孩子。看着家族群里的恶臭发言，我真的是感到恶心至极。我颤抖地拿起手机，一旁的婆婆还企图过来抢走，但被我冰冷的视线吓回去了。我看了一下群主，是大伯，我连忙联系他，
请求他解散家族群。但谁知大伯竟然回了一个不可以，还把我低三下四请求他的聊天记录发到群里面。轩轩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得这么清楚？再说了，乡下哪个不是媳妇不是这样喂奶的？就你的珍贵！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气得全身颤抖。一旁的婆婆看见了，脸上的神情立刻换成得意洋洋。俺就说了吧，乡下女人都这样，就你矫情。你现在嫁进了苏家，就是乡下人，别把你大学里的规矩带过来。我颤抖着握着手机，咬牙噼里啪啦打下一段字。大伯，这么喜欢看，你平常应该看了不少吧？上一回我就看见大伯花了300块钱去叫小姐，顺手我艾特了大妈，然后我一条条看下去，只要是有恶臭言论的，我一律没有给好脸色。特别是群里面有几个男的，喝了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，飘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二伯，你儿媳会跑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长辈，人家不跑才怪。我连着对了好几个人，一个都没有放过。群里面顿时炸了锅，全部都在疯狂地骂我，顺带辱骂。我不死心，想要试探一下苏振轩对我的态度，于是我在家族群里面艾特了苏振轩。谁知男人竟然反过来说我：各位长辈，我代替轩轩和您道歉，是我没有管教好我的妻子。看到这个消息，我对苏振轩最后的一丝期待也没有了。我心中暗暗想着，离婚，我一定要离婚。既然走错了路，那就努力回到轨道。孩子并不是婆家拿捏住我的筹码。晚上，苏振轩回到家，满脸不高兴，让我亲自提着东西去大伯和二伯家道歉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拒绝他。最后，苏振轩威胁我，说我若是不答应，就不让我见到儿子。我早就知道他会动不动就拿儿子的事情来威胁我，所以我表面上假装答应，实则不动声色地想着要逃跑。这个苏家会吃人，我是绝不会让我的人生就这样当个碌碌无为的人，事事都要以男人为中心。第二天，大伯和二伯一家就找上门来。我躲在楼上并不出面，因为我说了，不跑可以，但大伯和二伯的事情我不处理。你这个死老头，这么多年了还不安生？是不是东边的那个寡妇？在楼上我就听见大伯和大伯母的争吵声音，两人估计是一路打过来，大伯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二伯父也是一样，两人打得鸡飞狗跳，那拳头咚咚咚的朝着大伯和二伯的身上砸，听着就痛。而两个男人却将这一切的错误都怪罪到我的头上。翠花，你家的那个媳妇呢？快喊她下来，老子还没找她算账呢。我撇撇嘴，安心的喂儿子喝奶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基因的问题，看着怀里和我异常相像的儿子，我心里越发坚定了要带走儿子的心。到了晚上，我暗暗观察着苏振轩和婆婆，特意抱着孩子坐在客厅，装作逗弄孩子，实则暗戳戳地盯着浴室门口。因为我知道苏振轩就是个妈宝男。今晚苏振轩回来了，婆婆跟个丫鬟一样伺候他，就怕我这个媳妇当得不称职，在他面前鞍前马后，还时不时地嘲讽我。儿子，来，娘给你搓干净。没有听错，自从嫁过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两人还互相搓背。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，着实是恶心吐了，还一度怀疑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浴室的门打开着，两人肆无忌惮，就连一旁的弟媳都一脸正常。我拿起手机，朝着浴室录像，刚好将两人搓澡的视频拍下来。随后，我转手就发到家族群。
不一会儿，家族群里面就炸锅了，比我之前还热闹些。毕竟视频里面可是清清楚楚拍到2个人的脸还是上半身，简直就是丢死人。翠花媳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还不快撤回去！你们不是说没关系的吗？而且他们2母子的关系多好，还在一起洗澡呢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下面不知道又在发了什么，全是在骂我的，手机嗡嗡的震个不停。我懒得看，只见抱着儿子看戏。不一会儿，2人从浴室出来，苏振轩是第一个发现的。妈，男人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下意识的反应居然是先喊妈。看到这个，我脸上露出一丝嘲讽。婆婆立刻捧着手机看着群里面的消息，顿时气得涨红了脸，拿起扫帚就要打我。你这个扫把星！我冷笑一声，你要是敢打我，明天这视频我就会发到网上，让网上的人好好看看你们母子是怎么丢人的。果真，苏振轩最在意的就是脸面，而且他还是镇子上的教师编，村子本来就小，这个视频若是传出去了，他就别想在这当老师了。妈，你别动他！苏振轩一脸防备地看着我，将自己的母亲拦在身后，仿佛我要对他母亲做什么，但现实却是明明是婆婆手中拿着扫把要过来打我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说着世界上对我最歹毒的话。那天的闹剧是以大伯解散家族群结束，因为生了儿子，婆家还特意办了酒席，请了些亲戚过来吃饭。我对这个不感兴趣，所以在屋子里面喂儿子喝奶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忽然被打开，有了上次的经验，我立刻放下衣服。你们进来干嘛？我不是说了我在喂孩子喝奶吗？我一脸不高兴地看着苏振轩，但男人喝了酒，明显上头了，铜红着一张脸摇摇晃晃道他们就是来看一下儿子，我生了儿子，有后了。我看着男人，眼中泛着冰冷。你就是振轩的媳妇吧？长得真亮，果真是大学生。一个年纪很大的大妈咧着一口大白牙走过来，俺来看看孩子。哟，这孩子真胖，长得真俊。说着，竟然直接上手，那咬牙切齿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他的什么仇人。你有毛病吧？我疼得跳起来，拍开大妈的手。大妈摸了摸自己的手，一脸不高兴，撇撇嘴，哎呦，你干嘛打人？但脸上却是露出隐隐的得意。我心中立刻涌现出一股怒火，抬起手朝着女人的瘪瘪的心口用力抓去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抓得俺疼死了！女人立刻换了一张脸，凶狠地看着我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露出一丝精明。我冷笑一声，原来你还知道痛啊！你抓我的时候我就不痛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，全都滚出去！我尖叫着，把房间里能砸的一切东西全都往他们的脸上砸。我不敢保证，如果还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，我会多么崩溃。好好好，轩轩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们现在就出去。苏振轩顿时清醒了不少，连忙后退，说着拉着还想吵架的婆婆和那个大妈出去。出去的时候，婆婆和那个大妈砸得鼻青脸肿的，狼狈不少。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，我心情好了不少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软蛋丈夫，我现在看见他就头疼。年近30，也不过是个乡村的在编老师，一个月仅有3000来块钱，现在还带着一大家子全都住在农村的自建房里面。倒不是我嫌弃，只是除了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外，还得和小叔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。父母难免会有一碗水端平的时候，苏振轩和小叔子是亲兄弟，闹了矛盾也就是出去多清静，只留下我和弟媳争吵。
想到这，我就忍不住冷笑一声。前天弟媳就当着我的面提出要把彩礼的钱拿出来给小叔子买车，可这明明是苏振轩欺骗我在先，然后又逼迫我把这钱拿出来，见我不拿出来，便趁着我怀孕强迫我顺产，现如今又和家里人弄了张借条，说是这钱全都是借的，要让我还回去，真是卑鄙又无耻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正好端端地吃着饭，苏振轩忽然轻咳一声，随后便装模作样地低着头吃饭。我停下筷子，冷眼看着他们，只见我那好婆婆朝着弟媳使了个眼色，心中冷笑一声，看来他们是等不及了，这彩礼钱是一下都不能落在我手上。我将他们的眉眼官司看在眼里，果不其然，弟媳开口道：“嫂子，你那10万块钱什么时候还给我们呢？我和胡子还想今年再生个娃呢。再说了，没钱怎么生娃娃？妈，你说对吧？”婆婆立刻附和道：“就是啊，张轩，你这个做嫂子的可要带头做个好榜样。俺们知道你身上有钱，有钱就还给俺们算了。”我面不改色地吃着我的饭，毕竟再怎么吵架，总不能气坏了自己的身体。生孩子要什么钱？我之前生孩子的时候，妈不是亲口说生孩子就跟拉屎一样拉出来？婆婆脸色顿时变得难看。显然，她自己也记得当初在产房说了那样没良心的话。弟媳脸色很不好，朝自己的丈夫捅了捅胳膊，随后阴阳怪气道：“可俺们的牛牛现在要上幼儿园，你这个做姑姑的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侄子连学费都没有吧？”呵呵，道德绑架！他没有学费，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就去赚钱啊，盯着我的彩礼做什么？我还没听过小叔子连自己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，还要盯上自己婶婶的彩礼钱。我不痛不痒地反驳回去。看着装作死人一样的丈夫，我冷笑一声：“振轩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是老师吗？村里可就你一个大学生呢，全村都指望着你，侄子的幼儿园就交给你了，想当个隐形人？做梦！自己惹出来的祸端没道理让我一个人承受。”这番话顿时说得苏振轩哑口无言，半天才在小叔子的注视下结结巴巴来了句：“我是教小学的，又不是教幼儿园的。”随意吃了几口饭，我顿时也没心情和他们吵架了，啪的一声将碗重重磕在餐桌上，直接离开。这个家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我要跑出去。回到房间，我听着楼下弟媳和丈夫的争吵声，觉得烦躁，估计又是故意吵给我听的。我翻了个身，捂住耳朵，开始想日后的去路。离婚是一定了的，只是这笔账还得算一下。这天我在镇子上晃荡，因为害怕我一个人直接跑掉，苏振轩特意从学校把我的儿子给带走了。原本我是想把儿子给抢回来，但他们仗着我舍不得碰到孩子，动作粗鲁的就把孩子给带走了。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孩子在哪里。在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尝试过报警，但小镇上警力有限，等每次赶到的时候，婆婆早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把儿子给带过来了，最后警官也只能口头教育一下。想到这，我气得要死，但暂时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到镇子上看看。就在我路过一家宾馆的时候，我居然发现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。我的婆婆竟然和一个抽着大烟的老头走在一起，身上还罕见地穿着一条大红的裙子。两人手挽手地走进宾馆，我连忙戴上口罩，拿出手机拍下两人走在一起的照片，低着头悄悄摸摸地跟了上去。小镇子上的宾馆不怎么正规，随意看了眼身份证就给他们开了一间房，
临走的时候，两人还在前台买了一盒雨伞上去。看着婆婆轻车熟路的模样，相信早就出轨了。而且这家宾馆是他们常来的地方。联想到最近婆婆总是让公公去别的村子上收工钱，我立刻觉得就是婆婆想要支走公公。再想到婆婆不过是个普通的再普通的农妇，而且天天哭穷，连小侄子的学费都没有，但每天都能出去打牌，还能时不时的买点零嘴吃。我坐在宾馆对面的小饭馆里，等着他们出来。果不其然，2个小时后，婆婆满脸春风的出来，脸黑红黑红的。一旁的农村老汉露出一口大黄牙，从兜里拿出几张红钞票给她。婆婆满脸笑嘻嘻地接过，放进自己的口袋里，随后便坐上回农村的公交车。见到这，我连忙打了个的士，在婆婆回来之前赶到村口。回到家刚一会儿，婆婆就提着几袋小零食回来给牛牛哄孙子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真以为婆婆不过是到镇子上给孙子买玩具去了。第3天，我路过村里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，老板娘刚好喊住我：“是翠花的媳妇吧？你的快递到了。”我皱着眉头疑惑地接过，可我明明记得我最近根本就没有到网上买东西啊。带着一肚子疑问，我回到家拆开了快递。只是在看清楚东西的一瞬间，我吓得直接扔掉手中的快递，因为快递盒里面全都是某些用品，全是廉价的不能再廉价的那种。我拿着快递就想回去问一下小卖部的老板娘，会不会是送错了快递？但不知道为何，临走时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快递盒子上的信息，上面联系人的电话的确是我手机号的后4位，而且名字也是我的名字。世界上总不会这么凑巧的事情吧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觉得事情不简单。能把信息填得这么准确的，恐怕不是别人，就是家里的人。我把东西都放回快递盒子，再用透明胶布粘回去，放在门口原封不动。不过半个小时，就见婆婆一脸慌慌张张地回家，看到门口的快递才松了口气。看见我坐在客厅看电视，装作不在意地问道：“哎呀，俺的快递不小心填了你的电话。”但手上的动作却是连忙检查包裹有没有打开。看见婆婆的小动作，我心中冷笑一声，还好我当初拍了照片，不怕到时候这个老太婆不承认。第2天，婆婆又照常去镇子上，临走的时候还趁着我不注意，鬼鬼祟祟地把那些东西塞进包里面。婆婆前脚出门，我后脚就换了一套不常穿的衣裳跟了上去。临走时还特意打了个电话给公公，说家里出事了，让他赶紧回来一趟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亲眼看着婆婆和上次不一样的农村老汉进了同一家宾馆，还指了一下包厢，是在示意着什么。我目瞪口呆，还能这样操作，真是震碎了我的3观。他们进了宾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我又打了个电话给公公，催他赶紧过来。10几分钟后，公公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，叫俺过来。我心中冷笑一声，虽然也很讨厌这个公公，但我还是很乐意看热闹。爸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上一次看见的，不确定，所以这一回想让你过来亲自看看，是不是我认错人了？说着，我把录下来的视频给公公看。视频看到婆婆牵着农村老汉的手进了宾馆，公公就气得倒了下去。这个骚货，老子要打死他！还睡2个不同的人，当老子死了！公公从地上踉跄着爬起来，拿起转头就要冲进宾馆。我拿出手机给婆婆打了个电话，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接。
许是我打断了婆婆的好事，电话那边的语气很不好。爸刚才回来了，说是要到镇子上找你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也不管电话那头骂我什么，利落地挂断电话。宾馆不可能告诉公公房间号，但老人家情绪激动，拿着转头在大厅大骂，喊着婆婆的名字：“王翠花，你给老子他妈的滚出来！”不一会儿，就看见婆婆和一个脸色不好的农村老汉一起从楼梯出来。宾馆本来就不大，两人刚好撞见。公公看见婆婆牵着一名农村老汉的手，气得顿时全身发抖，拿起手中的砖头就朝着两人头上砸过去：“老子砸死你们这对贱人！”在看见自己丈夫的那一刻，婆婆吓得顿时脸色苍白，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，显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丈夫会出现在自己私会的宾馆里面。啊！要杀人了！老子揍死你！竟敢给老子戴绿帽子！宾馆里面乱成一团，三个人扭打在一起，公公和婆婆两人像两只大公鸡一样斗得飞起来。最后，宾馆里面传来人们的惊呼声：“快打120！”看着宾馆里鸡飞狗跳的样子，我看都懒得看一眼。见他们互相斗殴的模样，我转身就离开。临走时，打了个电话给苏振轩和小叔子，几个人都很震惊，不停地在电话里问出了什么事情。儿子，我放在学校，你快来把儿子接走，我去医院看望一下我妈。对了，记得把银行卡带上。苏振轩匆匆忙忙地叮嘱我，临到这个时候还不忘算计我的彩礼钱，真是个奇葩抠搜男人。我连忙打了个的士赶到学校，好在学校的保安暂时帮我照顾着。我接到孩子的第一时间就连忙赶回家，把1个星期前就准备好的行李箱和火车票一块带走。走的时候，电话还在不停地震动，仿佛是一道催命符。苏振轩在电话那头质问：“你怎么还没到？妈和爸现在伤得特别严重。”我心中冷笑一声，但表面上还是在安慰他。我刚才去了学校接了一下儿子，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，马上就赶到。我随便敷衍了一下便挂断电话。最后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，坐在村头的几个大妈一脸防备地看着我，交头接耳，同时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。我心中冷笑，知道他们这是在通风报信给公公和婆婆。因为这个村子实在是太穷了，还有的人是被骗过来的，所以经常跑媳妇。这里的人为了防止跑掉，会互相通风报信。但那又怎样？今天的这一切都是我早就计划好的，即使知道了，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。我有足够充分的时间。坐上的士，我让司机开快一点。我订的是下午6点的火车。在火车铃声响起的那一刻，我带着儿子过了安检。依稀间，我好像听见了男人熟悉的呼喊声：“轩轩！”我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男人的身影站在安检出口，不停地朝着我挥手。我看不清那个人是谁，也不想知道，转过身坚定地朝着前面走去。5分钟后，火车慢慢悠悠地出发，然后速度越来越快。我抱着儿子，热泪盈眶地看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铁轨。儿子在襁褓里安安静静地睡着了，我轻声哼着摇篮曲。一切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